韩国外交部宣布，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将于26号举行。暂停了4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以此为契机重新出发。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韩国不断提及要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更是立下目标要在今年之内举行。但是，韩国总统尹锡悦最近再次发表不当涉华言论。外交部24号敦促有关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谨言慎行，好自为之。韩国外交部24号透露，第10次中日韩外长会议将于26号在釜山举行，商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事宜。这将是中日韩外长自2019年8月以来，时隔4年零3个月再次举行会议。本次会议是三方筹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会上能否细化会议日程安排引人关注。日本外务省当天也发布消息指，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将于25号下午与中国外长王毅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谈，这将是两人的首次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曾回应中日韩外长会的提问：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中方一贯重视中日韩合作，我们期待同韩方和日方一道，推动三国合作取得深入的发展。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22号会见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新任秘书长李希谢一行。吴江浩表示，中日韩合作启动20余年来，三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步入快车道，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当前，中日韩合作处于重要节点，应抓住有利契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此基础上推进10+3合作机制，引领东亚共同体建设。我认为中日韩合作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机遇就是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这是我国与日本首次达成的自贸安排，也是首次将中国、日本、韩国这3大经济体纳入到同一框架内。极大的增强了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当然了，中日韩合作近年来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最大的外部阻力就是来自美国的干预和破坏。内部阻力呢，主要是表现在中日、中韩和日韩这3对双边关系近年来波折不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三国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意愿。韩媒进一步披露，中韩、日韩外长将于26号上午举行双边会谈，若中韩外长会谈成型，有望成为讨论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重要机遇。然而，近期韩国总统尹锡悦涉华言论释放的负面信息，为中韩关系增添诸多不稳定因素。中国外交部近日2次批驳尹锡悦涉华不当言论。目前，尹锡悦正在对英国和法国进行访问，但就在出访前，尹锡悦20号对英国媒体表示，印太地区存在朝鲜核威胁、台湾问题和南海紧张局势等多重地缘政治风险因素。韩国政府一直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确立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号强调，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一直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方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利益，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关于南海问题，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处理好这个问题。韩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没有必要凑热闹。但在当地时间22号，尹锡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签署唐宁街协议，再度望议台湾问题。双方强调，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考虑到东海和南海状况的严重性，强烈反对区域内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双方重申对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承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再次坚定回应，希望韩英领导人在涉台南海言论上谨言慎行，好自为之。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就南海、东海问题而言，无论韩国还是英国都不是当事方，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本就不存在问题。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
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事实上，尹锡悦的相关涉华言论在韩国国内的质疑声大起，有舆论批评，连美国都已在对华立场上调整姿态，韩国现在提出台湾问题是为什么？尹锡悦相关言论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是一次无能的专访。韩国中央日报评论称，尹锡悦在外媒面前毫不避讳地提及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欠妥。文章称，实际上中韩之间仍然互为重要国家。为此，韩国需要制定更加缜密的对华战略。文章还警告称，中国外交部已对尹锡悦总统接受英媒采访的涉台言论提出批评。如果此类事件不断发生，韩方就无法将中韩关系引导到想要的方向。我认为中韩关系止步不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尹锡悦对华外交政策的惯性使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呢，都是有惯性的，它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突然转向。它需要前期的较多的酝酿和铺垫。第二点呢，就是韩国国内的对华认知以及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判断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些错误的认知呢，也在拉扯和影响着尹锡悦改善对华关系。尹锡悦上任后极力拉近同美日的关系。自去年5月上任以来，韩国不仅越发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向美国靠拢，尹锡悦还不顾国内反对意见，对日本做出巨大让步。但是强扭的瓜不甜，韩国并没有从选边站中获得实际利益，反而让外交处境更加被动。韩日关系尤其脆弱。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3号就一起慰安妇受害者和遗属对日索赔案作出裁决，推翻一审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应支付原告所提出的赔偿金。日本外务省23号发表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遗憾，无法接受，并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抗议。共同社的评论认为，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日韩关系有所改善，但两国之间可能仍存在隔阂。事实上，就连韩国媒体都认为尹锡悦不应盲目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并对他无法妥善平衡外交关系深感遗憾。韩国韩民族日报的文章认为，韩国外交正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并指出韩国与美日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加牢固存疑。一方面，明年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最终结果仍然存在变数；另一方面，尹锡悦总统今年3月在日本战犯企业对韩国受害者赔偿问题上的对日让步方案，在韩国国内已经破产。尹锡悦的价值观外交呢，它打破了韩国外交布局的原有平衡，导致原来的4强外交呢，逐渐走向失衡，甚至陷入到了一个跛脚外交的困境。这和尹锡悦要标榜成为全球枢纽国家的初衷呢，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因为这极大的限制了韩国外交活动的一个空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尹锡悦的外交政策呢，它也不仅没有促进半岛地区的局势的稳定，反而不断推升半岛地区的紧张态势，这使韩国陷入到了一个更加不安全的境地之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需就2战慰安妇问题向16名韩国受害人作出赔偿一事，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对于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做出的这个裁定，美日韩3国政府都会感到非常的头疼。首先，过去日本政府之所以一直不愿意接受韩国法院的审理与判决，依据的是国际法中规定的有关主权豁免的原则。但是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依据是，日方当年在韩国征集慰安妇犯下的是反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这是属于凌驾于国际法规之上的绝对法的范畴，不适用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这个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日本政府依据的是主权原则，而我首尔法院依据的是人权原则，而且是慰安妇的基本人权高于日本的国家主权的原则。而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高举的大旗。所以对于这一判决，就连美国也无话可说。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来，在美国的撮合甚至是强压下，为了解决韩日之间的历史争议，尤其是解决慰安妇问题，韩日2国政府曾经签订了好几个协议，其中最近的协议
是在2015年达成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双方同意最终和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问题。然而，现在重新挑起并推翻这一结论的，并不是韩国政府，而是韩国的法院。根据三权分立，尤其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尹锡悦政府是无权干涉，更无权推翻这一判决结果的。那对于日本外务省就这一判决结果召见韩国驻日大使尹德明表示强烈抗议一事，您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首尔高等法院的这一判决极其令人遗憾，且绝对不可接受，并敦促韩国立即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承担起一个国家的责任。很显然，日本政府仍然是想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也就是企图逼迫尹锡悦政府站出来摆平这件事情。然而，我在前面讲到了，基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对于尹锡悦政府来说，虽然非常不认同首尔高等法院的搅局行为，但却是臣妾实在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路实际上就只剩下一条了，也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一是鉴于韩国司法采取的是3级3审制原则，日本政府可以向韩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这又是日方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因为一旦向韩国最高法院上诉，也就等于是承认了韩国法院对于韩日慰安妇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同时也就等于是自扇耳光，否认了自己所主张的主权豁免原则。二是就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结果，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但是由于韩国没有签署国际法庭的强制管辖条款，尹锡悦政府肯定会拒绝应诉，并导致相关案件也无法立案。不仅如此，更加让日本政府难以接受的是，这等于是再度将日方过去的丑行曝光于天下，使得慰安妇问题再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从而让日方在世人面前无地自容。那首尔高等法院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判决结果，接下来又会如何发酵？会不会影响到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以及近来出现转暖迹象的三国关系呢？我认为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并不是最终的结局，而仅仅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开头。可以预料，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下一步韩国国内的慰安妇受害者肯定会向首尔法院申请执行，而首尔法院也一定会下令日本政府公布在韩国的资产，并进行查封以便赔偿，而日本政府也势必然会断然拒绝，同时宣布对韩国采取报复措施。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桩案件就势必会演变成为韩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对抗，并进而激化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近年来尹锡悦政府想要通过息事宁人来委曲求全的韩日两国关系，其次冲击的便是美国正在极力撮合的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关系，而这显然又是美国的拜登政府、日本的岸田政府以及韩国的尹锡悦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尹锡悦总统在访问英国的时候会无端地拿中国来开炮，甚至是公然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海局势。很显然，尹锡悦这是在转移矛盾，企图通过挑起中韩纷争来转移韩国民众对慰安妇问题的注意力，从而挽救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下的韩日双边关系以及美日韩三边关系，而这显然又会对刚刚出现好转苗头的中日韩三边关系带来冲击。因此首尔高等法院关于韩日慰安妇问题的判决结果，将会深刻地影响和冲击韩日关系、东亚以及印太局势。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访华，令中澳关系改善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最近澳大利亚军舰却频繁在中国家门口挑事。
奥图文8号护卫舰近日来到东海，并炒作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其潜水艇员被中方启动声呐所伤。23号，一艘澳军舰又由北向南穿行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继于美国的海空联合巡逻后，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在南海的所谓联合巡逻也即将展开。澳大利亚不断在东海、台海、南海刷存在感，有着怎样的目的？来看报道。23号，美国与菲律宾军队在南海为期3天的联合海空巡逻落幕，这是时隔7年美菲重启联合巡逻。紧随其后，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在南海的巡逻也将展开。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澳的联合海上巡逻暂定于25号至27号展开，范围将覆盖西部巴拉望岛附近海域至仁爱礁。深圳卫视注意到，刚刚结束的美菲海空联合巡逻，从距离台湾仅约100公里的菲律宾最北端的雅米岛开始，并向西进入南海，反映出美菲在南海、台海联动的新动向。而此次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联合海上巡逻覆盖范围包含仁爱礁。近几个月，菲律宾在美国鼓动下，频繁围绕其非法坐滩的仁爱礁，挑衅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由此可见，菲律宾与美澳的联合巡逻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早在8月下旬，澳防长马尔斯在访问菲律宾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时就声称，澳大利亚正考虑与菲律宾合作在南海进行联合海军巡逻。马尔斯当时的这番表态就被认为是给不断升温的南海局势火上浇油。值得注意的是，非武装部队早在今年9月就声称，至少有6个国家愿意安排海军与菲方在南海展开联合巡逻。除了澳大利亚和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法国也有意加入。实际上，菲律宾这个系列的动作，它的目的是非常的明显，来不断的拉拢域外的国家，来强化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话语权来为他自己在南海的，特别是仁爱礁的非法的主张来背书。联合军事演习也好，联合巡航也好，这种密度不断的加大的话，那么未来不排除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这种后果，菲律宾能单独承担吗？我想在菲律宾在这个地方不要走得太远。实际上，23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美菲为南海联合巡航发表谈话，表示，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为南海巡航搅局滋事，并进行炒作，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此前曾多次表态，南海不应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澳大利亚的说法呢，就是联合巡航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保卫它的所谓的贸易的通道。实际上，我们看到南海的这种贸易的通道呢，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实际上，澳大利亚的真正的目的我想，他把他自己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棋子。实际上呢，我想澳大利亚自身的角色，他也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重任。台防务部门24号发布消息称，一艘澳大利亚军舰23号在进入台湾海峡后一路向南航行。观察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澳大利亚军舰即将在南海与菲律宾进行联合巡逻的消息。24号，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针对有关澳大利亚军舰于近日驶经台湾海峡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贯而明确。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不要采取挑衅行动，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实际上，澳军舰近期频繁在中国家门口刷存在感，并意图炒作。澳防长马尔斯18号对媒体透露，澳海军安扎克级护卫舰图文8号14号经航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时，派遣潜水员入水尝试解开缠在螺旋桨的渔网时，中国海军宁波舰靠近澳护卫舰。马尔斯声称，虽然澳方向中方通报了维修事宜，但中方驱逐舰依然启动主动声呐。由于大功率声波的冲击，导致潜水员被迫浮出水面。澳军医认为潜水员受了轻伤，评估可能与声呐脉冲有关。
针对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号指出，中国军队一向纪律严明，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在中国家门口滋事，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强调，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吴谦表示，近日澳图文8号护卫舰为中国东海附近海域活动，中国军队宁波舰依法依规采取跟踪监视、识别查证等处置措施。期间，中方舰艇严格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国际规则，与澳舰保持了安全距离，没有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澳方潜水作业的活动。吴谦强调，中日在有关海域没有划界，不存在中方军事活动位于或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事实，停止对华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指责，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积累的事，为两国两军关系向好发展营造积极氛围。连串的动作无疑的彰显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地区的这种野心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台海，还是在南海。那么澳大利亚，那么未来可能要和美国要进行联手要强化它在这个区域的军事的存在。我想澳大利亚还是作为它一个中等强国，它如果是把手伸得过长把脚伸得过远，实际上这与它本身的力量可能是不匹配的。值得一提的是，澳军方小动作不断，正值中澳改善关系的关键时期。本月初，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并在上海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7年以来澳总理首次访华，为两国关系回暖迈出重要一步。中澳两国还同意恢复中澳总理年度领导人会晤，双方承诺扩大政治对话。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澳大利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考克斯近日接受该报专访时谈到，当前的澳中关系非常稳定，不久前的中美旧金山会晤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很大。他认为，中美关系的缓和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外交上有了更多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领域，考克斯谈及澳中如今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澳大利亚不会因此放弃与盟友推进安全合作。按照他的说法，澳大利亚与区域伙伴国进行军事演练与合作，几十年来一直都有。此外，考克斯还否认了澳大利亚与美国围堵中国的说法，强调这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有分析认为，考克斯主要想表达的其实就是澳大利亚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虽然尚不清楚澳大利亚后续是否在涉海问题上怎么做，但澳官员的这番表态至少说明，澳大利亚也不希望与美非等国在南海方向的行动表现出太大的针对性。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对待无论是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政策的摇摆性，是与澳大利亚前任政府的这种政治的遗产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我想，它这种摇摆性呢，还需要一定的过程才变成了稳定。中澳之间我们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特别是他的内阁的官员，在这一点应该说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拿相关的安全的议题来玩火自焚。我想这个是对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登记截止，3大阵营正副手正式出炉。中国国民党方面，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成为侯友宜的副手，而民众党柯文哲则选择了吴欣盈作为搭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经过长达半年的谈判后，蓝白合最终破局，岛内选举即将迎来一场大混战。国民党在这一段期间以来，秉持最大的诚心、最多的耐心、同理心，我们坚定地认为，合作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侯友宜跟朱立伦备受屈辱，换不回真心。我们坚守诚信，得不到真正的合作。在经过了多次的推迟后，中国国民党终于在24号上午11时召开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承认蓝白合不欢而散，并号召全党团结一致，打赢这场选战。各位同志，最后关键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只有全党
团结一致，奋战到底。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我正式发出全党动员令，大家团结一致，全党支持侯友宜。会上还确定了侯友宜的副手人选是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我觉得真的是临危受命，两岸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下一代面临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要救台湾，出来就是救台湾，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可以把其他都放下来。随后，侯赵二人前往登记参选。侯友宜表示，赵少康的名字取得很好，组合叫侯赵配，也寓意让台湾有好兆头；也可以叫侯康配，让台湾人民有好日子过。不管如何，少康兄跟我两个一定并肩作战，赢得最后胜选。就像刚刚的口号，侯跟康，我们今天的登记就是好兆头。赵少康1950年5月出生于台湾省基隆市，祖籍河北省歙县，曾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岛内民意代表、台湾环保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等职务。赵少康的政治经历丰富，共有4次全台性选战经验。1992年以无党籍参选新北市前身台北县的民意代表，一举囊括23.5万最高选票，创下罕见纪录，因此也被誉为政治金童。1994年后，赵少康投身媒体行业，在多家电视台主持政论节目，其中以《少康战情室》最为知名。2021年9月，赵少康在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劝说下，重返国民党，并宣布成立战斗蓝。看得出来，找赵少康加入，其实拥抱深蓝这是肯定的，也就是呢，要把蓝军的盘撑到最大，蓝军的基本盘。那么另外一方面，跟赵少康他是战斗蓝嘛，所以他走这个战狼路线，接下来肯定会全力攻赖。岛内舆论认为，侯赵两人互补性高，皆具政治实力，象征本土蓝和战斗蓝结盟。再加上国民党不分区民代名单以韩国瑜为首，将共同召唤蓝军团结力量，力拼2024胜选。他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人，你相较于吴欣盈，甚至于他相较于萧美琴，我认为他的知名度都是高的啊。对，就是被大家更清楚的知道他的特殊的人格特质，而他的在造势场合里头的说话是有魅力的。我觉得他们的组合是一个可攻可守的组合。在记者会上，赵少康强调要选就选赢，希望蓝军都能归队。他还透露，24号上午11点登记前一刻，侯友宜还曾致电柯文哲。这个侯市长还打电话给柯文哲，没接嘛，不接，他没接电话，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了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回心转意，那我参不参选根本不重要嘛事实上，在侯赵二人之前，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已与副手吴欣盈前往台选务机构登记参选。竞选搭档吴欣盈大家好。好。今天我代表台民众党来登记参选，台民众党成为台湾在蓝绿以外的第3大政党。10年来，我发现大家对我的期望越来越高，我感受到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柯文哲指出，自己在选择副手上有几个逻辑，首先就是互补性要高。吴欣盈的生活背景跟他截然不同，在英美留学，又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跟他这种从小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不同。吴欣盈出身企业家族，被称为星光公主，其祖父是星光集团创始人吴火狮，其父亲是星光金控前董事长吴东进。吴欣盈虽然有一定的从商履历，但从政经验并不丰富。4年前，吴欣盈才点头答应担任民众党不分区民代，这也让岛内舆论对柯吴组合的前景并不看好。柯 P 看起来是在很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了吴欣盈，他本来绝对不是第一考量是他的，不是，所以这个只能说就是配了出来而已，就是配出来，就是这样。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他能加分多少？我不觉得。在记者会上，柯文哲还对23号晚的蓝白郭会谈表达了歉意，直言台上的所有人都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实力，但整场会议却变成是一场闹剧。柯文哲强调，下架民进党才是真正的目标，并承诺与侯友宜秉持不互相攻击的原则。
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不过我想还是这样的，我还是会秉持一个不互相攻击的原则。我们不需要，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赢的是赢过赖清德，不是我跟侯友宜两个对打。本月15号，国民党与民众党曾一度达成协议，决定综合外界民调及蓝白提供的内参民调，确定正副领导人候选人人选。但双方随后因对民调统计结果的解读不同而产生分歧，经过数次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23号傍晚，侯友宜、柯文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台北君悦饭店再度公开对谈。就在蓝白合还剩最后1里路之际，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不欢而散。就在侯友宜与柯文哲确定副手人选之际，早前已经登记参选的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却在24号中午突然发出退选宣言。他在声明中称：“人退志不退，在接下来的选战中支持完成政党轮替。”随着郭台铭的退选，意味着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正式进入蓝绿白3大阵营的对决。对此，国民党内部认为并非坏事，因为终于可以确定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未来的选举上。所以不要以为说蓝白合就可以在那边准备宣布当选了，也不是，选战永远是诡谲多变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主将是谁才好打嘛哈。我们每一个陪着去登记的这个小鸡们哈，没有人是想说啊怎么办，蓝白不合怎么打，没有人，每一个人在现场都是松一口气的哈。之前8个月都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哈。一下子3卡都，一下子4卡都，在吵吵闹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第一个蓝营归队的情况十分的明显。第二个大家都比较清楚知道之后的选战我们应该走什么路。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4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3组鼎立情况下，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获31.4%的支持度，侯友宜则以31.1%紧追其后，两人差距已经缩小到不到0.3个百分点，而柯文哲以25.2%位列第3。此外，对于政党轮替议题，民调显示只有27.8%的民众支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其实蓝跟白其实趋势都还是有往上的虽然说白昨天有掉下来，但整体来说趋势是往上，唯一稳定的下滑的是民进党，稳定的一段时间下，而且赖萧配是没有加分的。你知道狗急还会跳墙嘞，何况是民进党，他不止跳墙嘞，他当年连2颗子弹都搞出来了。岛内选举进入新阶段，各阵营候选人已经就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在24号应询表示：“我们尊重台湾地区现行社会制度，希望明年初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能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陈彬华指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主流民意。当前，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2条道路、2种前景的选择。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